看看北京人为什么喜欢到这儿来养老啊？这儿距离北京市隔着一条马路，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湖面，冬天可以在上面冰钓，夏天也是特别凉快。哎，这儿的房子现在多少钱呀？这儿的房子现在4000多块钱，就靠着湖边。对对。我们现在到的是这个北京边上的新海湾地区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同事一块带着我们去房间里面看看，也看看小区里边的一个真实情况。夏天你看还能划船，上边有绿草地，还能露营烧烤。小区3分钟，那不是吗？啊，前边就是房子是吧？3分钟。哎呦，真好！哎，前边你看那烧烤台，大家看看，在这夏天观湖，烤点串呀啥的都挺不错。大家看看新海湾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。有叫星河湾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星河湾。星河湾。那边花多少钱？豪宅呀。豪宅，这不就跟那儿一样吗？10几万1平米。10几万1平米。对，1200平。哇塞，在北京，在这儿也就是30万、40万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区院里边了啊！大家看看，都是这种小别墅，这小区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哎呀，环境没得说啊，这儿都是品牌物业。品牌物业。然后像这种都是联排别墅，后面有洋房啊。这个别墅之前价格还不说了，300多万、400万。300多万。现在的话就是100万出点小头。现在100多万。带装修的。还带装修。那挺不错。过来之后弄上家具就能住嘛。是不是？咱们去看这洋房，就是后面这个。哦，带着露台呢还。带着赠送的都是。露台都赠送的。有的业主不是把它封起来了吗？啊，封起来家里还暖和。这家弄得不错啊，人家。对。带个南北的院子，北面还有个小院。打造的有点托斯卡纳的风格了。你这个就是这个别墅就讲究是什么？低总价没有啥浪费空间。3个卧室。哎，像这种房子停车的话要钱吗？这个小区里都是免费的，像这个地上都免费。全免费停车。像别墅的就是有私家车位。搞民宿的多吗？这边旅游景点这么多。民宿也有，民宿大概收益的情况下就是在个5万块钱。5万块钱1年那还是回报率还挺高。一晚上1200。咱们现在去这个房间里面看看啊，已经到了这个楼下了。这之前就说是100万出头，现在的话就是个4000来块钱1平米。总价就合个30多万。那还是比较不错。下了班就从海淀杀回来了1小时。扎一个帐篷，在边上就开始钓了。一个电梯2户是吧？对，房子是1梯2户的。那还挺不错的，不打扰人。咱们到了这个房间，都装修好了。对，都装修好了，房主基本上也还地下落的是灰尘。进来看这块是一进门的地方。对，这边是厨房。厨房。以前也住过2天是吗？没怎么住。这个直接就能看见湖。对。刚才咱们是在水面是吗？我们刚才从那儿过来的。对，走路是3分钟。冰箱的位置。这块餐厅在这儿啊。闻见饭味了，有点饿了。这边是客厅。采光都好，都照这儿。真漂亮。采光也没得说。这个户型呢，就是一个4-8号户型。这边是中间一个卫生间，南北各一个卧室。这边是里边。对，您看，来主卧室，欧阳，你看，主卧室这个很大。对。这边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定制的柜子。这个嵌入式的柜子。嵌入式柜子。这就是那个露台了，是吧？对，露台送的。前边无遮挡。有山有水。南面的话就是那个可以就是燕山的。翻过山就北京嘛。对吧？就是北京。高铁站不就在那旁边吗？是的。这个地方一览无余，景色不错。夏天的话，绿化率就这个绿化，氧气也够用了。对。回屋里边看。北侧是一个次卧室，一看。你看这个。哎呦妈呀，这视野。下边的别墅那都是小弟弟。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小别墅还挺多啊。别墅卖的人多吗？也有，一会儿咱去看。可以去看看别墅，看看这水面，夏天真不错啊。对了，这个房子现在多少钱呀？30来万。30来万，30几，准确一点。36万。36万，还能跟房东再砍。你砍的空间不是基本就没了。这房要说南观湖北前无遮挡，真的不错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儿了啊。有看好这个的老铁们，跟着牧羊可以单独沟通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玩坏了吧？去年有人给了300个没出手，今年急眼了，降了10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个业主看了我拍的小片子，找到我以后呢，让我也来看看他的房子。
咱们呢今天就去看看。业主说当时光装修就花了80万，现在这楼市这种情况，想要出手的话，我看只能是白给了。眼前咱们进来的就是这个房子，今年一下子成这样了，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太惨了。咱们来参观一下。进到房间以后呢，就是一个大厅，空荡荡的，基本上家具都已经搬走了。房主说就住了小半年，后来呢疫情以后就再也没来住过。看看这个装修还是比较传统的，符合老人的审美。往里呢这边呢就是餐厅的位置，餐厅呢这边也不小。这个房子是140平的，别墅基本没有什么公摊，所以呢哪块的空间看上去也都不小。餐厅的旁边这块呢就是上楼的楼梯，一会儿呢咱们就上去看看效果。现在咱们先往里走，大家可以看到前边呢有个门是可以出到后院的，左边这里呢就是厨房，基本上里边的橱柜看上去也是很新，整个厨房的空间足够敞亮，操作台面呢也是很大。对面这边呢就是卫生间，里边呢还专门把马桶区给分出来了，方便的时候呢还不影响外边。接着呢咱们去欣赏一下外边的院子。后边这个院子呢不大，前边呢有个高墙，可以把它捧起来做成室内的感觉。再看前边这个院子呢，这里可以种些蔬菜和养些小动物啥的。那现在咱们回到房间去2楼看看吧。上楼的这个楼梯呢都是用大理石给铺的，楼梯扶手呢也都用的是实木，那种比较大方的样子。咱们现在上来以后看到的这个位置，实际上就是1层餐厅上边的空间，这里呢设计成了挑空的感觉。以后呢下边做好饭的时候叫一声，你就可以听到下去吃饭了。南向这边呢是一个大卧室，这个呢也能作为主卧来使用。房间里边呢铺的还是木地板，也没有什么家具，空间看上去也不小。这个房间里边呢带着一个自用的卫生间，在这里以后还可以改成一个干湿分离的那种。现在呢咱们出来往北向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在楼梯的这个位置呢上边还有1层呢。等会儿呢咱们再看看上边长什么样子。北向这边呢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跟刚才的那个不一样，这边的窗户比较大，是落地的。哪来的闪电？不会电我吧？咱们来看看，从这儿是可以出到外边的。外边已经下雨了，我说闪电呢。在这个房间里边呢还设计了一个衣帽间，同时呢在衣帽间这个位置呢里边还有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也不小。有人说140平的平层看上去没有多大，可是在这个别墅里边看上去怎么这么大呢？我来告诉大家，实际上呢别墅都是有赠送面积的，再加上它本身的公摊比较小，所以呢能利用的空间就感觉很大了。现在呢咱们上去看看3层有多大，3层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楼梯使用的呢都是一个风格，上去看看吧。上来以后可以看到3层南向这边呢是一个房间，这个应该才算是主卧，不过跟2层的差不多。里边呢也有个卫生间，咱就不去看了。重点呢咱们来看看北向这个吸引人的地方。北向这边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户外的大露台，面积呢能有20平左右呢。我们出来看看，可以看到青山环绕，生活呢就应该有这种安逸的样子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呢还得开车50分钟才能回北京呢，天呢已经快黑了，拜拜，下期呢我们再见。我一个粉丝说他在黄金看了300天的房子，今天呢总算没白等。现在呢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套房子怎么样。年前还是300万，现在变成100万，搞促销了，开发商这是疯了吗？眼前咱们来到的就是这个小院的入户位置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入户的小院，差不多是在30平左右。然后往里呢可以看到，里头一进来就是一个布置的茶台的区域，这个区域里边呢可以作为休闲来使用。再往里走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客厅，这个客厅呢开发商没有把它做成客厅的效果，做成了一个办公区域的效果。其实这种房子呢要是在北京办公的话，也可以来这儿作为工作室使用。在这个区域的一侧旁边呢还设计了一个可以做饭的空间，这样的话还属于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现在继续再往里一点呢，这边呢有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呢还是很不错的，然后方便1楼的使用。这个房子呢本身就是2层的一个构造，现在呢咱们上去看一下上边是什么样子的。来到上边以后呢，咱们可以看到眼前这里呢是一个休闲场所，这个地方呢还是很不错，感觉看上去是很温馨，布置了好多书籍放在这里，在这里呢还可以放松一下自己。房子的南向这边呢有一个办公的空间，这个空间呢实际上是可以作为卧室来用的，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卧室。外侧这边呢有一个卫生间，属于是楼上来使用的。那这种房子要是居住的话，再进行一个后期改造，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下期呢我们再见。
对于咱们有房的业主来说，有很多人都是错交了物业费的，你们自己都清楚吗？在2022年呢，以下这5种物业费或将全面取消，咱们业主呢可别再白送钱了。对于我们的住房物业费来说，钱不算多，一个月差不多也就是100-200，但是物业费可是一项长期的支出，累计起来的话，金额那可就大了。如果按照每月150元来计算，一年就是1800，70年下来的话，那就是126000元。这只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普通住房，那要是大别墅什么豪宅的，可能是要翻5-6番的。今天呢，这期内容就来跟大家聊聊以下这几种物业费，大家搞清楚后再交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要搞清楚物业和业主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，业主交费，物业提供服务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可就是存在着很多物业出现了霸权主义，想着是自己掌管着这个小区，就什么都得听他的，擅自呢增加一些服务项目来多收取物业费。如果你遇到这种并未知情的费用，或者是本身就没有签订的服务合同，那么直接就可以拒交这部分款项。还有就是一般我们住的小区，物业都是为了自己运营方便，一下子呢就收取了1年的费用。但是根据我国的物业法规定呢，小区收取物业费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。如果是暂时不想交纳剩下的这些，你也是完全可以不用交的。接下来这个就是对业主有着直接利益影响的。我们在所有的小区里边都会看到一些广告栏之类的设施，大家也很清楚，这些所产生的盈利都是属于我们社区业主的。有的人呢，确实也是为了不想跟物业去打麻烦，所以我们在大家看到自己小区有公共设施被作为广告投放的时候，也应该去找物业理论，不要纵容他们长期恶性发展，不然呢，会拿我们业主当傻子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些收入是可以抵扣物业费的，最好是让物业的人公示出来。如果要是不够交物业费的话，那剩下的自己可以去贴。下边要说的这些呢，可是你想都想不到的。小区物业一般都会占用一些公共面积，就好比说是设立的值班室，而这些所占的面积呢，都是属于我们业主所有的。自然呢，这些就是需要给我们业主去交租金的。自然这部分租金呢，也是可以抵扣到物业费的。那么业主呢，也就不用去全额交付物业费了。还有就是小区里边的设施租金较高的话，那直接是完全可以抵扣到全部物业费的。最后这个如果没错的话，大家都已经中招了，那就是物业费随意涨价。根据我们的物业法规定呢，小区的物业费标准是有一个衡量的，一共呢是分为4级，对应的价格呢分别是每平米1元、7毛5、5毛、3毛5。如果是超出了这个标准，那你作为本小区业主的话，也是可以拒交纳超出这部分钱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开发商半买半送的阳台，相信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都遇到过，但是真正有买房经验的人，这几种阳台开发商白送都不会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咱们直奔主题，来看看哪几种阳台是懂行人白给都不要的。事实上呢，有些房子带着半买半送的阳台，都是售楼员推销房子时候常用的一些卖房手段。为什么会白送你呢？大家也会想到，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情？开发商也正好是利用了客户的这个心理来吸引客户。也有很多购房人呢，想都不想直接就掏了定金。你是否在买房子的过程中选对了呢？咱们来看看以下这几种。我们先来说一下阳台。现在的阳台呢，一般都是分为2种，一种是突出去的阳台，而另一种呢是凹进来的阳台。由于突出去的阳台呢都是在墙外设计的，如果开发商想偷工减料的话，那可能就不会有什么钢筋结构，承重性呢自然也是不敢想象。就算面积再大，也无法来改造，到时候呢，也就只能晾晾衣服和晒晒被子。像这种阳台呢，有经验的人是不会去碰的。相比凹进去的阳台呢，都是与房屋墙壁相连，承重性相对更好一些。第二种就是阳台的形状，有个大阳台自然是好事儿，但是对于阳台的布局设计，如果这个雷被你踩中了，那就不幸运了。阳台呢是阳光照进房间的必经之路，如果阳台的横面比较宽的话，那采光是不受影响的。可是如果你看到的房子阳台是竖形很深的话，也就等于阳光照射不到客厅里边，室内呢就会出现昏暗的状态，白天可能也是需要开着灯的。第三就是站到装修的角度去看待阳台，如果阳台过于大，那就代表后期改造的费用也会变多，实际上呢，就算装修出来也并不实用。
倒不如用这些钱去买一些软装好的装饰来布置一下自己的家里边，再来购置一些实用性好的家具等等。所以说呢，在买房子的时候，遇到带阳台的房子也是有很大的说法的。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呢，买室内面积更宽一点的房子，采光好，通风也好，这样的话呢，住在里边也会很舒服。大家谨慎，不要被销售所说的有什么白送的东西所误导。到这里呢，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愿大家在买房路上能够买到自己合适的房子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央行放水了4万亿，从股市和债市上却看的是没有什么大涨，房地产呢更是没有火爆。再看看各地方的政府，差不多也都是负债，房企呢同样更别提了。从这些上面呢，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钱去了哪里，不看不知道，网上一查真是吓一跳。要是没错的话，应该都是被用来去还利息了。话说这么多年以来呢，咱们生活各方面那是发展的比较好，返回头来看看，大家都是被刺激消费的，之前的老百姓也都开始参与了投资。就拿咱普通人来说，买房子这个事情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。经过这种货币流通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呢，也把债务的部分给掩盖住了，同时社会的整体财富也是增加的。但是一直要这么玩下去的话，总归是有个限度问题的。这个限度呢，就是老百姓能借的债务，你可别忘了，它也是有极限的。如今的居民负债呢，已经达到了60万亿。大家要明白，只有老百姓的收入能够盖得住支出，这才算是安全的。以前呢，咱们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，后来呢，房地产也正好成为了收集社会财富上的一个很好的工具。国家呢，也开始发展建设，发展地产，让群众消费、买房、卖房，再加上房地产辐射的企业都有了很大的收益。这样的话呢，让人们都有的干，收入呢大于支出，也能承担起相应的债务。除去花销以外，社会的财富还是属于增加的。可是现在的居民负债已经达到了上限，再加上疫情等等原因造成的失业没有收入，现在呢已经是拉不动消费了。这种玩法自然也就是玩不下去了。咱们都知道，以前的房企呢都是这么玩的，现在好了，3道红线一下子给整麻了。然而现在的房企都是一身的负债，加上现在的房产环境改革，上游是融不到资，下边呢是房子卖不动，借了那么多的钱，这可是要产生利息的呀，而利息是你本金还不上，它就永远都有。就拿恒大来说，一天就要还那么多的利息，慢慢的自己就把自己给作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次放水，钱看上去很多，钱出来以后呢，可是没有引发通胀，也没有看到那么多的爆发性消费。所以呢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些 money 去哪儿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不光是在中国有，老美和日本那个岛国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可以说这种方式呢，已经是玩不下去了。不过大家不必要担心，前些日子呢，咱们刚和俄罗斯签订了石油合作，加上了俄乌这场战争，要是把欧洲再拖下水的话，我看欧洲肯定是不出血不行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评论区呢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。